我也曲折迷离 K 姐姐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说起女团，很多人首先会想起韩国，无论是曾经火遍全球的少女时代，还是现在势头正盛的 BLACKPINK 等等，都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特质，并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的标签。而这股女团风也在近几年吹进了中国，例如硬糖少女303这样的新生代偶像女团都有着不少的支持者。但今天要聊的女团既不是来自于韩国，也不是来自中国，而是出自于一个对很多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邻居朝鲜。你没有听错，朝鲜也有着自己的女团，而且这些女团成员不但个个实力超群，在颜值上也毫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偶像团体，并且在朝鲜的受欢迎程度毫无疑问是顶流级别的。也因此，要想成为一名朝鲜女团成员，必须经过层层严格的选拔，才能在众人中脱颖而出。可以说，能进入朝鲜女团的成员，需要比在韩国成功出道的练习生经历更多的训练，吃上更多的苦。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朝鲜女团背后的故事。这是美丽的出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朝鲜女团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被称为朝鲜少女时代的牡丹峰乐团。她们俏皮又不失端庄的短裙和高跟鞋，热辣劲爆的歌曲和舞蹈，搭配上自带的管弦乐队，这样一支让世界都刮目相看的女子乐团，于2012年第一次登上了舞台，并活跃至今。牡丹峰乐团可以说是当今最顶级的乐团之一了。它由朝鲜第一领导人金正恩发起组建，汇集了10几位朝鲜最顶级、最优秀的美女歌手和乐手。出道以来，不但受到了非常高的待遇和朝鲜普通大众的喜爱，也因其特殊的地位，在国际上有了知名度。美国财富杂志曾评论说，这是朝鲜的辣妹乐队。朝鲜方面对牡丹峰乐团的评价是，集革命、战斗内容和崭新、独特、现代、人民性形式于一身的国宝级艺术团体。从中可以看出，牡丹峰乐团在朝鲜有着特殊的地位。2018年，牡丹峰乐团曾在韩国平昌冬奥会上进行表演，并受到了广泛好评。有很多人喜欢拿韩国的流行音乐团体和牡丹峰乐团做比较。很多人发现这二者在方方面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牡丹峰乐团的成员全部都是高级别的军人。说到这，就不得不提牡丹峰乐团的核心人物，有朝鲜邓丽君之称的玄松乐了。玄松乐不但是现任牡丹峰乐团的团长，同时也是朝鲜的另一个著名的乐团三池渊管弦乐团的团长。此外，他还担任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并曾多次随行朝鲜领导人进行国事访问。由此可见，玄松乐在牡丹峰乐团里的重要性。在上世纪90年代，玄松乐因演唱《将军与水兵》而走红，一首《骏马姑娘》让他成为了朝鲜家喻户晓的歌手。后来又因为在朝鲜文艺战线上的杰出贡献，被授予了国家功勋演员的称号。再说回牡丹峰乐团，乐团由主唱和乐手2部分组成。姑娘们不但唱跳俱佳，其弦乐4重奏更具有世界一流的水平，在朝鲜的各大周年演出中都能见到她们的身影。表演风格也成为了牡丹峰乐团和韩国流行组合的差别之一。这一点从牡丹峰乐团最著名的歌曲《学习吧》可以看出，在油管 YouTube 上，这首歌的点击量高达300多万。视频中的女团成员们打扮靓丽，舞姿整齐，歌声也十分动听，其不俗的实力引得众多国家的网友在下面评论。虽然他们和如今席卷全球的韩流风格大相径庭，但他们深厚的表演功底是有目共睹的。还有很多看惯了整形脸的朋友，反而被朝鲜女生清新脱俗、自然的外表所吸引。
看了牡丹峰乐团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牡丹峰乐团的姊妹团清风乐团。该乐团的前身是2009年成立的银河水管弦乐团。据说朝鲜的第一夫人李学主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在2015年7月，清风乐团同样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指示组建，其成员的组成和表演风格也基本和牡丹峰乐团一样，因此有了姊妹团的说法。清风乐团在朝鲜的受欢迎程度仅仅次于牡丹峰乐团，而团内最火的成员当属身为主唱之一的宋英了。她因为青春靓丽的外形和甜美可人的嗓音，受到了朝鲜群众的喜爱，相当于朝鲜的国民偶像。有人曾这样形容宋英的美貌，说她有些西方的特色，并不符合朝鲜传统的审美，但就是十分吸引人，招人喜欢。而作为清风乐团的主唱，宋英的业务能力也是顶尖的。她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在主持方面也能控得住场，在海外还收获了一众粉丝。可惜的是，在2018年，由于要为韩国平昌冬奥会的朝鲜表演让步，清风乐团的部分团员被选中，与其他的一些同样来自朝鲜的主要乐团的成员共同组成了一支新的乐团，即前面所提到的三池渊管弦乐团。这样一来，清风乐团的独立活动就大大减少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朝鲜群众对宋英以及清风乐团团员们的喜爱。其实，除了牡丹峰乐团和清风乐团这样的女子音乐组合，朝鲜还有着其他一些不同类型的乐团，比如以电子音乐出名的蒲天宝电子乐团，汇集了最顶级乐手的三池渊管弦乐团，以及国际超一流的大型合唱团体国家功勋合唱团。据一些采访了解到，朝鲜对于音乐的教育十分重视。据当地音乐大学的老师介绍说，不管生活再困难，也要以音乐和歌声来鼓舞人心。由于音乐的重要性，朝鲜的艺人都有着很高的待遇，不少年轻人把成为艺人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一旦成为一名受到认可的艺人，就意味着今后的道路会宽敞许多。在朝鲜，有些学生会选择一边接受10年的义务教育，一边去本地的少年宫培养兴趣。在义务教育结束后，各地都会推荐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参加艺术考试，其中的佼佼者才能考上最负盛名的平壤金元君音乐大学。这所大学被誉为朝鲜艺术家的摇篮，有着音乐教育殿堂之称。前面所提到的各大乐团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这所学校。如前面所提，在朝鲜那么多人都想出道成为艺人，这其中的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说到朝鲜女团成员的选拔，虽然我们没有找到明文规定，但有一些资料也可以大概的了解这一过程的艰巨和漫长。俗话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朝鲜，家长和老师对孩子艺术细胞的培养是从娃娃开始抓起的。在幼儿园阶段，就有很多孩子被音乐老师选中，并被当成音乐特长儿童来进行培养。在朝鲜的首都平壤，就有几所以培养音乐神童而闻名的幼儿园，包括在上世纪60年代建成的大同门幼儿园和庆尚幼儿园。虽然朝鲜幼儿园实行的是2年制，只有高年班，也就是5岁的孩子才在义务教育的范畴之内，但仍然有很多家长在孩子4岁时就把他们送进了这几家著名的幼儿园，以便接受良好的基础音乐教育。其中的庆尚幼儿园更是有2/3的学生被当作音乐特长生来进行培养。这些幼儿园也确实培养出了一些获得过国际音乐奖项的孩子，比如朝鲜学生朴建义。当然，很多当红的朝鲜艺人也是从这些幼儿园走出去的。有人说，没想到上个幼儿园都有那么多讲究，但这仅仅还是刚开始。接下来，一些被发现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会选择继续去艺术院校深造。需要了解的是，朝鲜的各个城市都有艺术学校以及培养兴趣的少年宫。这其中最有名的艺术专门学校就要数1966年创办的平壤金星学院了。如今的金星学院采用的是小学4年加中学6年，再加上大学4年，一共14年的学制。每年能够成功毕业的学生仅仅只有5到6个人，这就意味着每升一级就会有学生被淘汰掉。
说了那么多，无非是想说，朝鲜女团的成员要通过10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走到今天。他们在背后付出了多少的汗水，是我们普通人所无法想象的。也许每位朝鲜女团的成员都感谢过那个曾经拼命努力的自己。幸运的是，他们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许在很多人的眼里，朝鲜是个极其神秘的国度，有着很多与主流世界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单从音乐方面来说是没有国界的。仅从他们的乐团唱功和乐器弹奏能力来看，其实并不逊色于大部分的国家。但由于他们的信息程度还开放的不够，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能查到的有用的资料也确实不太多。如果您有更多的信息，欢迎在留言区进行补充。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